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绿豆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物，它也是一种粗粮，但是它的外壳比较坚硬，想要把它煮软烂开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。它煮起来呢，跟红豆一样难煮开。如果用普通的方式来煮绿豆的话，最少要煮1-2个小时，这样不仅费电费气，还费时间。今天小颖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煮的绿豆好方法。我们不管什么豆类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做，在煮之前只需要多做这一步，就能让我们的绿豆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煮软烂开花。做法也非常简单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1把的绿豆，绿豆的量可以根据加的人数来定多少。我们先挑选一下，把里面坏掉的带虫眼的、发黑的或者是发霉的挑选出来。挑选出来之后扔掉哦，不仅影响口感，而且还含有毒素。全部挑选完之后，把它倒入碗中，倒入清水没过绿豆，下手把绿豆揉搓干净。绿豆在生长的过程中，经过风吹日晒，绿豆的表面会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所以这里呢，我们一定要多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彻底的清洗干净。但是要多清洗几遍。清洗干净后，我们将绿豆的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妙招了。先准备2个纸杯，如果家里面一时半会找不到纸杯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碗还有杯子来代替。然后我们往杯中加入绿豆，放入8分满的样子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装得太满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跟着我们往杯子里边加入清水，放好水后，把它放到冰箱里面，放在冷冻室里面冷冻上12个小时，把它冻成冰块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准备2条红薯，先把它切成厚片，再切成条，然后切成小粒，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个公鸡顺产的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第2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杯子呢，已经完全被冻成冰块了，非常的硬。把它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很多人说这也太耗时间了。其实大家如果经常吃绿豆的话，可以多准备一点绿豆，分成几个保鲜袋，装起来冻到冰箱里。什么时候要煮，什么时候拿出来，你会发现特别的方便又省时间。之所以把它冷冻起来，是因为这样可以使豆子表面冻裂，在煮制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容易开花，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哦。冷冻过后的绿豆呢，不需要解冻，直接用剪刀剪一个口子，轻轻一撕，一整个纸杯就完全取开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是碗，或者是玻璃杯什么的，取出来之后呢，还得让它化冻3到5分钟，让冰块和杯子脱离才能倒出来呢。而纸杯子就直接省过这一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把冻好的绿豆直接放入砂锅里，再往砂锅中加入清水，
如果您喜欢汤水多一些的话，就多加一些，水要一次性加煮，中途不能加凉水了。好了，现在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，静静等待8分钟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建议不能够中途加冷水哦。煮到6分钟时，再把红薯加进来，搅拌均匀，再煮2分钟。短短8分钟到了，我们就把盖子打开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豆子呢，已经非常的软烂了。我们可以用手来轻轻的搓一下，用手轻轻一捏，豆子就已经稀巴烂了。如果想喝汤比较多一点的，在绿豆开花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如果想吃绿豆沙糯一些的话，就多煮一会，让绿豆煮至浓稠一些。这时想吃甜口的话，现在可以加一些冰糖进去了，也可以加白糖，提升绿豆汤的口感。比起平时煮将近1个小时左右，这个时间真的是超级快了，可以做到随时喝随时煮了。绿豆绵沙香甜，特别适合这个季节，能够很好的清热消暑，放在冷藏里一段时间，拿出来吃上一口，冰冰凉凉的，比喝奶茶还过瘾。那么为什么冷冻过后的豆子这么容易煮烂？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因为放进冰箱冷冻过后的豆子表面会结成冰块，结冰的同时，豆子表皮已经被冻裂出小缝隙了，然后把它倒入锅中煮，预热后便会膨胀，继续加速了豆子开花，再加上大火煮，自然也就缩短了煮的时间了。煮时一热一冷，快速有效，绿豆煮出粥很香。冻过的绿豆制绿豆沙，做绿豆馅食品非常美味。煮绿豆时不要用铁锅煮，因为绿豆中的多酚类物质能够与铁产生化学反应，形成颜色较深的复合物，不但影响味道，还会容易造成肠胃不适，让人一整天感受到肚子发胀。煮绿豆的方法1：把绿豆洗净，加水煨过绿豆，放入冰箱冷冻层4个小时以上，把冰冻绿豆直接放锅里加热水煮，很快就开花了。方法2：平底锅先炒干豆子水分，感觉有点皱皮了，就马上倒入凉水里煮，煮一会就开花了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